来你们见过夜店跳舞跳嗨的，但是你见过跳 popping 把牙给抛出来的舞者吗？今天我给你们暴露一下我另外一个一般时候不跟人说的身份吧。我不光是东北王储和石油公主，我还是夜店气氛小教母，舞池白头小傲骨呢。几年前我去西班牙一个朋友他家玩去，然后有一天晚上俺几个心血来潮就跑夜店去了。到那之后就给我嗨坏了，因为就是他家住的地方就全都是西班牙人，就我就成了那个带着异域风情的花牡丹这么一个角吧，就是完我这不就上状态了吗？就打通电臀小经络，燃起热情小沙漠，连干3个莫吉托，蝉联舞池小糟粕嘛。完我对面是个老头，瞅那样70来岁吧，头发抹的全是油，裤腰带上大龙头，应该也是西班牙哪个牙该的该溜子的好大哥吧，应该是。完这老头就对着我跳，就跳的直急眼，给我也跳急眼了。完俩就跳甩，突然之间我就发现我这嘴里的格局好像发生了变化，就我这右脸蛋子好像让我哪个牙缝给夹住了似的，然后我就用我的舌头就搁这怼，就这样式怼，我发现我这个牙确实缺了一大块，就我这电臀舞这劲儿使大了，给一个牙给崩下来了。完这老头一看我这表情，就以为我跟他宣战呢，寻思这家来个茬子跟我掰头上了，就顶着我跳啊。完那天晚上从夜店回来，我发现我这里边就真崩没半拉牙。完后来我回英国了以后呢，就是就等着剩下那一半也掉呗，它就不掉，然后我这牙就越来越疼。后来我寻思，要不然就把这剩下这点余孽也给它拔了吧。完我就预约牙医嘛，给我约到了3个月以后的门诊，说我这不算急诊。我说啊，但我回来之后我就寻思，你说牙的事儿啥叫紧急呢？你看过哪颗牙长突然间抽了吧，你嘎过去了。我当时住在雷丁，不在伦敦。完我就天天就小道消息打听有没有那种就私人牙科诊所能给我快点看着牙的，完有没有那种就少要点钱的，要不然太贵了。完家前院老头就老神秘了，告我 I know a guy， 就他知道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拔牙，但他的特点呢就是他性格挺毒，脾气比较暴，而且他只管拔牙，就拔完之后剩下这坑，你是养鱼啊，你是种瓜呀，你是藏点零花啊，他都不管。我就问我说这人叫啥呀？老头说叫 dentist butcher， 就是屠夫牙医。我说咋的？这医生姓屠夫啊？老头说的，他就是屠夫，拔牙是他兼职，就反正都力气活。后来这个屠夫牙医拔牙这个传说，我就没敢尝试，我怕他，你说这杀猪杀顺手的，万一给我拔牙的时候，我一害怕吭叽一声，他一不耐烦就给我叫开咋整？后来我回铁岭看牙的时候就拍了个牙片，发现坏的不光是就这颗牙，就里边我的智齿是躺着长的，结果智齿前边那颗牙因为长期被这个智齿怼，里边也已经被腐蚀空了，就跟4郎似的。表面看着龙马精神，实则已被叶澜依彻底掏空。但是那次回去就时间不够，我还没等治完呢就回来了。那现在我吃东西就酸的、甜的、硬的、黏的、烫嘴的、拔牙的，都得搁左边嚼，就导致我现在的脸其实已经有点偏了。就你们可能就是太爱我了，没看出来。我这大胖媳妇这些年就一直对她的牙特别上心，所以你看她就这么圣实嘛，牙口给力。所以我今天想说的最重要一个事儿是啥呢？就你即使嫌我磨叽不爱听我这叨叨叨，你也听啊。就是牙这个事儿你千万别等它疼了，或者像我似的都已经崩开了，你再去琢磨咋整，那一般情况下就晚了。就尽量尽早预防。我现在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减缓我这个2颗坏牙被腐蚀的程度，就保持口腔清洁。要不然别哪天我录抖音的时候正唠我老婆婆呢，叭家又崩出一颗牙。我现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储，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赌，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铃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
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郑重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算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儿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不？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的事吧，我还没啥事。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完，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要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